你能不能不成天抱着个电视机看球啊？我不抱着电视，我抱着谁呀？我抱着你啊！不抱我，你想抱谁啊？我现在我谁也抱不动了，那你要抱动吗？老罗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我出去吃饭去了，家里没饭，饿死我呀！那你现在吃了吗？楼下小秦家吃的。小晴，哪个小晴啊？秦淑春呢？秦淑春就秦淑春，好吧？哎，小晴50多岁了，人都做奶奶了。哎，小晴，你甭管她多大岁数，她在我眼里就是小秦。怎么了？爸，今儿没去秦阿姨家吃饭啊？没有，你妈呢？我妈出去买东西去了。那你晚上吃什么了？油焖大虾。油焖大虾？哪儿吃的？在家吃的。这就是您不对了啊！您要说您吃方便面家吃的，我信。油焖大虾这么高难度的，您会做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做，秦阿姨做的。嘿嘿，被我问出来了吧？您不是说您没去他家吃饭吗？我是没去他们家，可是他来咱们家了。他说他教我做油焖大虾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学会了，等你回来我给你做。哎，别！您还是别让我妈知道秦阿姨教您学会了做油焖大虾，那她非把您油焖了不可。说曹操到了，我妈回来了啊！我妈明儿就回去了，你可别节外生枝，不许让她知道您会做饭，更不许显摆油焖大虾，听见了没？就这样，拜拜。你要吃律师？来对面。干什么你？我找你。你找我？那你明天有事儿去律所说吧。疯孙子呀！你知道我要他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你报案啊？你想干嘛？啊！坐下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嫁不出去了，你太坏了，你太无耻，你太卑鄙了，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？你陷害我媳妇儿干嘛？你哪个媳妇儿？哪个媳妇儿？我告诉你，我既然来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可以录音，你可以录像，你们律师不就喜欢讲证据吗？我给你证据。你要是想把我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我这辈子跟你没完。有本事你就把我弄进去，把我弄进去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天天找你。有本事你把我弄死，把我弄不死，我就弄死你。郑先生，你弄死我没意义。我就是个律师，你把我弄死了，夏女士还会找一个律师继续跟您打离婚官司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您仔细想一想后果。您和夏女士有一女儿在英国读书吧？您和吴女士刚生了一孩子，尚在襁褓中。这不过就是一个离婚官司，就是财产分多分少的问题呗。再说跟谁分啊？跟夏女士分。夏女士是谁呀？她是您闺女的亲妈，她的财产不就是您闺女的财产吗？啊，这本来是一个离婚官司，但您弄死我了，就演变成一个人命官司。您弄死我了，您坐了牢，您孩子就没父亲了。比没父亲更不幸的是，父亲是一杀人犯，这多大的耻辱啊！您毁的不仅是您自个儿，您还毁了您孩子的一辈子。罗律师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，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我才这样的。我要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绝对他妈不这么干，帮帮我的忙吧，罗律师，我求你了。阿姨，这么多东西您给我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您这客气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用啊。您给我吧，阿姨。
来，您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明天要回去了，那个给邻居买点东西。哦，哎呀，我来吧。但是我不行，哎呦，我过2天我还会再来的。欢迎欢迎。好了，小吃到了，谢谢。你就搁这儿，我来，我自己啊，我来。阿姨，不差这2步，这就到了，送佛送到西嘛。你就答应我吧。哦。谁在哭啊？好像是您家。我们家？啊？你别在这儿好了啊！你再好我就报警啊！真的，我真是没办法。不是怎么回事情啊？怎么回事情啊？你别管妈。啊妈，你让他答应我吧，你让他答应我。有你这么求婚的吗？你石海东，立马把你的人从我家带走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，你把他怎么着了你？我把他怎么着，他没把我怎么着就不错了。你把人家怎么着了？都说了。走啊！嗨，丽丽，那个跟你求婚那个人是池海东的同事啊？有病根不能找。叮咚。这酒挺好喝的。先喝点汤。你说哈，这人呀，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郑天涯真是个不要脸的，就为了从我这儿分点东西，哎，给自己的女人找一顶包的假结婚。你说那女的吧，也傻，她也干，哦，真是拿他们没辙。所以说，罗律师还是挺牛的。你别看人家不动声色吧，你就说上次开庭，你那么数落人家、骂人家，人家啥都没说吧，悄没声的把该办的事儿全都办了，一下子给你翻过来，铁证如山的。还有，人家替你写的那篇签言书，多感人啊！哎，真的，真是挺好的，我挺感动的。你再看看郑天涯，他那个律师都给他出了一个什么招啊？跑到咱家里安摄像头，你说这多下三滥的招！不过拍就让他们拍吧，咱们也不怕，咱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怕啥？干杯！谁呀？这会儿？你去看看。是你。我真是小看了萝莉那小娘们儿，软硬不吃啊！你怎么个硬法？我当时进屋，我就用特别犀利的眼神，我看着她，我就这么看着她，硬不硬？行不行？硬。我就跟她说了，你要是再他妈没完没了的，我就弄死你！我他那个不怕死，他说还劝我那个珍惜生命，别做违法的事儿来着。你都这样了，那你怎么还跟人跪下呢？硬的不行，我就来软的呗。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男子汉大丈夫嘛，能屈能伸嘛。
你应该去找他妈聊聊，我去找他妈，跟他妈谈谈。我去找他妈，跟他妈谈。你意思是不是我去求他是吧？嗯。我刚才不求他了，我刚抱着他腿。你说你没发现他妈那长相，那大长脸，那也不是一善茬。嗯。这挺逗的哈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是孩子，天人会打洞，啊。他妈呀，长着看着精明，其实没脑子。他妈就是一个唱戏的，对，不会演包公的吧？他妈要是演包龙仆的，那我去求他，那不瞎猜了吗？他妈能演包公吗？他妈充其量就演个王婆。去找他妈，找他妈。夏姐，你别以为我是来求你的，我跟这儿说了半天了，是想让你懂事，也是为你好。说真的，你那保证书拿得不怎么光彩啊。我呢，就是太天真，太容易相信人了。我告诉你吧，郑天涯知道你骗了我，他一点也不生我的气，他恨的是你，是你给他下的套。我下了套？你是自己在说自己吧？你可是下套的高手啊！你是套中套，叠中叠，一套接一套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你说你这种套跟多少男人下过？也就是郑天涯这种大傻瓜能吃你这套。换个地儿使，这叫欺诈，懂吗？欺诈？我欺诈什么了？郑天涯有什么呀？现在房子、车子、钱不都在你手里吗？你欺诈什么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欺诈男人，欺诈男人的感情。你现在知道他没有钱了，你就唆使他来分割我的财产，这就叫欺诈。你的财产？你有什么财产啊？你现在的钱不都是当年郑天涯一手挣下来的吗？那也是我们俩共同挣下的，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哦，你也承认是你们俩一起挣下来的？对不起，吴女士，我插一句，关于他们俩之间的财产该如何分割，好像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吧？这应该法院说了算。你们俩在这儿争来争去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儿吗，吴女士？别叫我吴女士，叫我吴一就行。我知道你，顾威是吧？说真的，你应该感谢我，你说呢？你也应该感谢我。哦，我也感谢你哈，你把我的家给拆散了，把我的老公给勾引走了，我还要感谢你，对吗？郑天涯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。说真的，如果没有我，郑天涯也许不会和你分开，但是你永远也体会不到一个男人对你的爱。顾威，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结束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，不是悲剧的开始，是幸福的起点。没有和郑天涯的结束，哪有和顾威的开始呢？你这是强盗逻辑，你脑子进水了。你抢我的东西，我不跟你斤斤计较。今天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，你还要跟我抢？难道还要让我感谢你？怎么的？按你说的，我要不感谢你的话，我就灾难深重了，对吗？要不怎么说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塞翁失马是马丢了，不是盗马贼盗。那你是愿意和郑天涯破镜重圆，还是愿意和顾威共度余生呢？你要是实在放不下郑天涯，我愿意拱手相让，真的。滚！夏姐，谁是你姐？真臭不要脸的！你别激动啊，我提供的可是最佳方案，咱们和解，你和顾先生可以光明正大的结婚，我和郑天涯也可以名正言顺的生活在一起呀。这不但是对我们好，对你们也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要是实在放不下郑天涯，只要他心里愿意，我没话说，真的。
你少在这里装高尚，少在我家里指手画脚。我还真告诉你，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。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是为了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时候到了，我让你们过好了，过开心了，天理不容。我放过你们，老天爷不会放过你们，滚！你们家是开店做生意的，我是光脚的。郑天涯要真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就天天上你们店闹去。别以为我们家没人，我们家有一村子亲戚呢。哎呀，你吓死我吧！姐夫，好好劝劝姐，啊！滚！你说人家明明可以和解，非要让人家离婚，你缺德不缺德呀你？没打着，妈，我这真是积德。你积德是吧你啊？不是你说，你让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家里面跪着，你得积多大德啊？妈，要不是我呀，他和他那坏律师还不定把他那老婆欺负成什么样呢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更何况人家有了孩子啊！再说人家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？秦香莲和陈世美还有孩子呢，那陈世美不照样买凶杀妻吗？所以不是给包公斩了吗？哎，说白了，他们那个时候要有离婚自由，谁还会为离个婚杀人呢？犯得着吗？我这当然是积德了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律师啊，为了赚钱啊，那真是削尖了脑袋。人两口子闹离婚，哎，你们不劝，还往上拱火啊，把火苗拱得旺旺的。你们，妈，你这话你说的我不爱听了啊。不是，我们是想挣钱，但你也不能诋毁我的专业啊。我们这儿怎么能叫拱火呢？我这叫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。我不跟你谈了，我找迟海东去谈。哎，你找迟海东干嘛？他也是个律师，您懂法律吗？您跟他谈。我懂人情。不就是两口子闹离婚吗？那男的在外边有了女的，那女的呢？不在外边也有了男的了吗？哎，阳光大道，各走各的，放大家一马。我得跟那个迟海东去商量一下，商量这和解方案，得双方签字。你说打什么官司啊？和解？哎呦妈呀，那我就挣不着1毛钱了，我这还得交房租呢。你忍心看我露宿街头吗？丽丽妈跟你说，这钱你不能挣。离婚这案子你不能办，把飞机票给我退了，我明天不走了。打车机票不能退，那这钱你出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你别管我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的事儿你不用管，你别弄得我。听我说，那迟海东是郑天涯的律师，他不是我这一波的。你再跟他说点什么，录下来怎么办呀？哎呦，我怕他录啊！哎，我哪件事情不是光明正大的？我怕他录，你真是有意。阿姨找我。谁找你了？我跟我妈随便说点事儿，你，你进来吧。你好好招待我妈啊。老郑，哎呀，妈好。你叫谁妈呢？不是你，对，你是罗律师的妈，罗妈妈好。我不姓罗，我有姓儿。那您贵姓啊？我姓李。哦，李妈妈好。阿姨坐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我说你们这个离婚律师，是不是挣了人家的钱，就想方设法的给人家折腾事儿啊？没事儿也得弄出点事儿来，啊，小事儿也变成大事儿，要不然显不出你们本事是吧？嗨，阿姨，我们这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小池，不是我看不上你啊，哎，你说你给人家这个郑先生出的那叫什么馊主意啊？上人老婆家去安个摄像头？那不是馊主意，
那高主意，那池里说出这主意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们哪有证据啊？他们能认吗？你给人家安个摄像都那人家呢？人家让你套个保证书吧？是你傻了吧？你以为你自己特金呢？阿姨说的对。老郑，说说你的诉求。来说说。李妈妈，其实我跟池律师这儿呢，我们一直想的是这个和解。可是我那前妻呢，就下芳草那儿，被您闺女那拱火拱的，那就收都收不住啊。不是，那也是你伤人在先啊。阿姨说的对。对，阿姨你说的太对了。这个冤家是宜结不宜结，不对，是宜解不宜结的，对吧？我跟池律师这儿呢，是拼命想和解。您闺女那是得理不饶人，不饶人。哎，他说的能算吗？能算吗？得你跟你孩子他妈说好了和解了，谁说都没有用啊。阿姨说的对。不是，哎，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明白啊。你们两口子闹离婚，为什么非得请律师啊？哎，不是，阿姨说的对，是不是钱多啊？烧得慌啊？好歹夫妻一场，哎，谁多拿一点，谁少拿一点，那都不是外人。哎，你们都是孩子的亲爹跟亲妈，将来你们俩一死，那钱全是给孩子的，还干嘛非得给律师啊？对，阿姨，对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等于是花钱。你雇了2个人帮你们俩打架，那你脑子不是进水了吗？说的对，阿姨。电话。下芳草，接，语气要和缓，录音啊。两口子打电话还要录音啊？阿姨现在是当事双方，这是敌对的。对，哎，你说，哎，都敌对，你把人家敌对，人家会干嘛？人家让你好日子过，不可能。我们还录不录啊？你赶紧接。阿姨说的对，你免提。喂，周天涯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有什么事情你找我律师说去。想和解？做梦！你的女人刚才来我们家了，今天我算是客气的了，下回我抽死她！生那么大气干嘛？再气坏了身子。他们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真跟郑天涯莽了，那回头吴一要是到店里头闹，该怎么办？咱是法治国家，我怕他。你说现在这小三儿怎么那么猖狂啊？喂，依依呀，你真去了呀？当然了，我还录了音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都承认了，他的钱是跟你一起挣的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我这跟这个池律师不说要和解吗？不要打架呀，要和平，不要战争。没有核武器，谁跟你谈判？你够有资格坐在谈判桌上吗？够机灵的啊，还知道录音了。你还夸他说他机灵，偷偷录音去了，没脑子，这叫矛盾升级。还核武器呢？哎，核武器谁手上没有啊？都有啊，都人都倒霉。我跟你说，最先倒霉的人肯定是你，然后就是你的孩子。哎，我觉得，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来？吴怡是吧？吴怡，我觉得他特别没脑子。人下芳草，哎，不管怎么着啊，人孩子现在在国外读书，长大了，有你这个爹没你这个爹，无所谓了。嘿，他自己呢，孩子小的，还在小推车里面呢。哎，你说万一啊，你要摊上个倒霉的事儿，我这不凭什么我摊？这不一定，生活当中绝对不一定。你万一要摊上个倒霉事儿，干嘛他自己带孩子啊？哎呦，真是的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他首先他得去赔礼道歉，你得放软话才行，对吧？你凡事你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。
你得等你的原配把事情处理完了，弄利索了，您才有资格。哎呦，您现在就着急上火的上人原配家去偷偷的录音去了。哎，我要是夏芳草，我跟你和解啊，我弄死你！这样，我来找那吴一谈。哎，阿姨，是这样啊，这个吴一啊，跟他在一起，让他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。您要是真想谈，您应该跟夏芳草谈谈。不是，我没弄明白，到底他们现在两个人到底是谁在那闹呢？这个夏芳草啊，原来也不是不同意和解，这个，嗨，我们家萝莉啊，您问他，还能有谁呢？阿姨，我是离婚律师，他也是离婚律师，他一贯主张以强对强，他也站在别人的立场做这种事儿啊。这个夏芳草本来就是炮筒子脾气，一点就着。我跟您说啊，就夏芳草刚才这么嚷，十有八九是萝莉让他这么干的。小珍，你要这么说我们家萝莉啊，那我要生气的。阿姨，萝莉小，单纯，她要是有您的1/10、1/20，这件事儿早就解决了。跟您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我对您有一定的了解。您是既有清晰的理智，又有丰富的情感，既仗义直言，又圆通睿智。您是6个字：不战而屈人之兵。7个字。阿姨，您之所以能这样，是因为您有阅历，对吧？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复杂。但小池确实啊，很多事情，并不是非得要靠法律来解决的，真的，有时候就得靠那个啊阅历。对，阿姨就是过来人。阿姨，您最后这3个字用得好，过来人。如果萝莉能站在过来人的立场，用过来人的态度去跟夏芳草谈，那这件事儿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。阿姨，要不然您教教萝莉该怎么说？干嘛要教萝莉呀？我来，我去找夏芳草谈。阿姨，您要是去找夏芳草谈，那就没战争了，没核武器了，和平了。把那个夏芳草地址给我。快！那个传给我了。不，你别传，你拿那个笔，拿纸啊，我给你拿。你把它抄下来给我。这什么年代了，发个短信不就完了？哪那么多废话？机票是网上订的，打折机票，不是打折机票不能退。不是，哎，你这不是，咱们家钱不就白花了吗？你说呢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一张机票算什么呀？还打折的呢？给我拿不？快点！哎呀，再说了，我也是给你去擦屁股去啊！哎，哪里呀你？妈，你要上哪擦去？您甭管，让开！我不喝。让开！你少来这一套！你在这儿，你给我让开！妈！谁呀？您是？啊，是小夏吧？是。我是萝莉的妈妈。我姓李，我叫李春华。阿姨呀，来，请进。那个我要换鞋吧？哎呦，我们家挺干净的。不用。来，阿姨，我这些这合适吗？来，阿姨这边钱。来，阿姨，来，坐这里来。好。阿姨，你吃水果？不，谢谢。您喝茶吧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您真客气。刚刚泡的。来，阿姨。好的，您坐。阿姨，是不是萝莉让你找我的？她有事儿？
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了。哎呀，走，有事儿啊？我得上班了。你昨天跟我妈说什么了？她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去哪儿也不告诉我。你妈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，她去哪儿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少装糊涂！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？你该不会是忽悠她去找夏芳草了吧？我没跟你妈说什么，你妈呀，给我和我的当事人上了很重要的一课。哎，你妈讲的是有理有利有节，这个主题就是要战争啊，不，要和平，不要战争。我很受启发，我真得走了。和平？谁在别人家安摄像头啊？话没说完呢。陈海东，你别怪我没警告过你啊！咱俩工作上的事儿，你别把我妈搅和进来。安摄像头算什么呀？我这还有新的证据呢，你要看吗？来。你无聊不无聊？你跟踪我啊？你要不把验孕棒的事儿赖在我身上，我干嘛要跟踪你呢？你这也是无赖啊！我上药店买个感冒药而已。我一个当律师的，上药店拿个小票取个证，多轻松啊！你有病吧你？我没病，你保重身体吧。我可帮你扛了一刀，你要再这么恩将仇报，你信不信我把这照片连同药店的小票装一个新信封，全都交给你妈？老迟，咱俩都邻居，用着这样针锋相对吗？别来这套，我不吃啊！你要敢告诉我妈，我非把你碎尸万段！滚去！我女儿是你的代理律师，我是她妈，我肯定是站在您这边的。啊，现在要真的打官司动真格的，那肯定得杀他个干干净净，片甲不留啊！那既然这样，就不能饶了他们。阿姨，你不知道他们俩干那些缺德的事儿，我阿姨知道，阿姨都知道，都知道。阿姨，他们是不是去你们家威胁你了？哎呀，太卑鄙了，真的太卑鄙了！昨天晚上呢，小骚娘们也来我们家了。一开始我以为她是来求我来了，我还心想，既然求我的话，我就放过他们。结果说话还挺横，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夏芳草是谁？我谁都不怕。我的女儿已经去英国读书了，我更不怕了。阿姨就是为了你女儿着想，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话。那郑天涯他是你女儿的亲爹呀。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谁都能饶，就是不能饶了郑天涯。咱谁都可以不饶，但郑天涯咱得饶。你听阿姨跟你说个理儿啊，咱要真的把他弄得抓干毛巾的，那不是我弄的，那是他自找的。那个小夏，你这样啊，你冷静下来，哎，冷静下来，你听阿姨跟你说。啊，那阿姨虽然不是搞法律工作的，但我多少皮毛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啊，你说咱现在要是真的把他给弄进去了，判了刑，入了狱，完了那个吴姨也不理他了，那过些年呢，刑满释放了，一糟老头子，无业无生活来源，还弄得一身的病，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他活该。对，他跟你是没有关系啊，但他跟你闺女呢，没关系吗？啊，你不能说你爹这个判过刑、入过狱，或者说小时候他对我不好，我就可以不认你了啊，你就不是我爹了，我就可以不赡养你了。子女赡养父母，那是法定义务。
听阿姨的劝，跟郑天涯和解。你让他好好的过他的日子，他不是有个家吗？还有个儿子吗？以后让他儿子来管他。要是真的把他弄得家破人亡，他以后没人管了，那他不要来找你女儿的麻烦吗？哎，你想想，阿姨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呀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儿。阿姨帮你出这口气儿。哎，咱跟你和解，咱得提条件呢。你答应啊，咱和解；你不答应，咱不成。你说成不成？行，那我就提条件儿。我要让这个吴一给我下跪，我要公开的，要让他给我当面赔礼道歉。我还要录像，让他永远别想在我面前抬起头。哎，嘿嘿。人夏芳草现在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。那个池律师，我觉得你这儿景色真不错。嘿，阿姨，欢迎您常来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干嘛要让你吴一去啊？他跟这事儿没关系吧？要跪我去跪，跪3天3夜都行。人夏芳草哎，跟你过了多少年啊？对你太了解了。别说跪了，就是狗洞，哎，让你呲溜一下，你也能钻过去。不就下个跪吗？没事儿，老公，为了咱们这家，我受得了这气。但是得让夏芳草把和解协议先签了，还得补充2点：永不追究，永不反悔，钱得给一半啊。不就是有钱想出口气吗？能理解，给钱就行。你跟罗律师联系了吗？我给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马上就到。跟他都说清楚了？说了，他比咱们着急，撂了电话马上就到。哟，看这意思，已经商量好了是吗？今天是阿姨出主意，我们都听阿姨的。池律师，我妈不懂法律，你也不懂啊？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这……妈，你过来。啊，池律师，你来，你坐吧，那个。阿姨，这就是把凳子，谁坐不一样？我坐一会儿。你们让夏芳草签协议，那要是签了字儿了，房子也过户了，钱也给了，俩人没关系了，吴一不肯跪怎么办？上法院告他呀？法院能判吴一给夏芳草下跪吗？哪条法律规定的？那个我愿意跪，要不这样，我先跪，他再给钱，行吗？看见没有，多大气呀！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跟夏芳草过不下去了吧？你俩确实般配。哎，这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妈，你别添乱。你告诉人家吴一说，只要他给夏芳草下跪，夏芳草就能给他房子和钱。那要是他跪完了，夏芳草改主意，这房子和钱您给啊？不，我们都说好了。说好了呀，全世界都能说好的办，还要法律干嘛？不就因为人善变会改主意吗？不，那要不这样，那个，反正大家人都在这儿呢啊，见个证啊，要不拿个录像机把它全部录下来吧？先录夏芳草，让夏芳草说，只要那个吴一啊，你肯给他跪下，他们就把那个房子过户给你们，还有钱给你们啊。完了我们签字，只要一答应，你赶紧给人跪下啊！你要不跪的话，我摁着你给跪下。我跪。妈，您来，您说的这些毫无法律依据，您凭什么让人家吴一给人下跪啊？这不废话吗？人家房子钱全给他们了，干嘛不跪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说要按照过去的话，你小老婆进门，你不得给大老婆跪下吗？你说的都哪个朝代的事儿了？这49年以后就一夫一妻了。俺妈说的是个道理啊。行，您稍安勿躁啊。石律师，吴一下跪这事儿能写在协议里吗？法律承认吗？写在协议里不行吧？法律里没这条条款呀。那你还叫我过来商量什么呀？商量怎么把和解协议签了，这是他们的口头约定，让他们自己独立执行呗。我已经跟夏芳草女士说了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到时候要是签了字儿，你们一赖账，她只有在家骂娘的份儿。所以，夏女士决定了，暂时不考虑和你们签和解协议了。